墩子穿上了新郎官的服装，结婚当天披红挂彩，鞭炮齐鸣。除了新娘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宴席刚刚开始，墩子就迫不及待地扯下新媳妇的内衣内裤，冲出洞房，边跑边挥舞，朝宾客炫耀道：我错了，我把这全错了，是我错的呀，我错的。全村人哄堂大笑，父母颜面尽失，连忙把他拽回了屋子。墩子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傻子。墩子的母亲香二嫂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掌柜，她所经营的香油坊远近闻名，甚至获得日本女商人的投资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她是一位女强人，同样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。小女儿芝儿聪明懂事，但是大儿子墩子却是个得过疯癫病的傻子。作为女人来说，香二嫂的人生是不幸的。7岁的时候，她就被卖到了夫家，做了童养媳。结婚当晚，痛苦难忍的香二嫂本打算投湖自尽，却被婆婆拦住。婆婆劝她再忍忍，日子总会变好的，因为婆婆也是这么过来的。香二嫂听从了这句话，这一忍就是20年。丈夫全二叔腿部有残疾，嗜酒如命，对她毫无感情，只将她当作赚钱和发泄的工具，每天不喝到酩酊大醉，断然不会回家。对于家里的香油生意更是不闻不问。最气人的是，醉酒的她动不动就对香二嫂实施家暴，对此香二嫂都是默默忍受，唯一的慰藉就是和情人任忠实在一起的时候。然而香二嫂还是有一桩未了的心事，那就是傻儿子墩子的婚事。这天，一辆豪华轿车驶进了香魂店，来人是日本的女客商，听闻香二嫂的香油后，特地来香魂店里拜访，提出要给她投资现代化机器，批量生产。香二嫂受宠若惊，没想到自己的香油还能引得国际的关注，当即和女商人洽谈协商。好不容易送走了日本人，小女儿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说哥哥又犯病了。赶来的香二嫂正好看到墩子死活拉着环环不肯松手，嘴里叫嚷着要媳妇要媳妇。环环被墩子的举动吓得直哭，香二嫂一巴掌下去打醒了儿子。通过这件事，香二嫂也意识到是时候该给儿子讨个老婆了，省得他天天闹。为此，香二嫂特意委托村里的吴奶奶帮忙说媒。没几天，吴奶奶就带回来一个俊俏的姑娘，长得漂亮，学历也不低，还是个海归。一开始香二嫂还很满意，可是跟这个姑娘聊过之后，发现对方张口闭口都是钱。香二嫂知道对方只是惦记她家的财产，直接把她打发走了。吴奶奶劝香二嫂干脆找个差不多的得了，隔壁村就有个女孩愿意嫁过来，只是眼睛有点毛病，不过跟墩子配起来那是绰绰有余了。一听这话，香二嫂内心不悦，她只想给儿子找个正常踏实的媳妇。转念想起之前墩子纠缠的环环，一来是墩子喜欢她，二来环环那姑娘自己也满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香二嫂亲自拎着礼物上门，假借道歉的名义了解环环的家庭情况。聊天时，环环妈无意透露出自己去年找信贷社贷了5000块为鱼塘，没想到最后血本无归。这句话香二嫂默默记在了心里。几天后，送货的任忠实来到香油坊，全二叔对任忠实很客气，连连感谢他，因为那个日本商人就是任忠实介绍来的。香二嫂在台前和任忠实聊得火热，在台后也打得火热。全二叔还不知道自己头上的帽子已经绿得发油了。香二嫂知道任忠实很有手段，想让他帮忙物色个儿媳妇，任忠实却一口回绝，还好心提醒他，让一个智障娶老婆，法律上是不合法的。可香二嫂却只当是耳旁风，还委托吴奶奶去环环家说亲。夜里，吴奶奶跑过来告诉香二嫂，环环说亲的事吹了，说到底人家还是在意墩子是个傻子。吴奶奶还透露了一个消息，环环正在和香二嫂家的工人金海搞对象，但是还没有定亲。听到这句话，香二嫂心中有了主意。趁着夜色，香二嫂划船来到了一片芦苇荡，任忠实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只有在这里，香二嫂才能感受到做女人的滋味。结束后，香二嫂回到了家里，丈夫询问她怎么这么晚回来，香二嫂随便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。第二天，香二嫂找到金海，以开分店的理由想将他调到城里的香油店当经理，每个月130块的工钱，条件是金海2年之内不能搞对象，省得来回跑分心。面对香二嫂开出的高工资，金海瞬间动了心，当场应了下来。不久，日本人的新型机器送到了村里，摆脱人工繁琐的步骤，节省不少开支。信贷社的所长来香油坊视察，香二嫂借机怂恿所长去环环家索要拖欠的贷款，临走时还送给所长1桶香油。所长心领神会，下午就来到环环家催债，可环环家一穷二白，根本拿不出钱。所长放下狠话，10天之内还不上就没收房子。为了能还清贷款，环环答应了吴奶奶的说亲，还提出15000的礼金。香二嫂一口就答应了下来，并火速为2人举办婚礼。儿子终于娶到媳妇了，香二嫂乐开了花。
这也算是了了他的一桩心事。结婚当天，婚船插着旗帜，带着各式礼品，将嬛嬛接到了香儿嫂家。墩子傻笑着穿上新郎官的衣服，能和心爱的女人结婚，他很开心。一群人涌入洞房，开始恶俗的婚闹。不一会儿，墩子便冲了出来，手里挥舞着嬛嬛的内衣内裤，似乎是打了胜仗般，炫耀道：“是我脱下来的。”村民们瞬间哄堂大笑，在他们眼里，墩子还是那个傻子。全二叔脸色很难看，就连香儿嫂也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。新婚当晚，嬛嬛默默地坐在河边，用湿布擦拭着身上的伤口。墩子这个傻子，除了犯病以外，只知道撕咬。仅仅一个晚上，嬛嬛身上就遍布着伤口。这一切，香儿嫂都看在眼里。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一时之间，她对嬛嬛产生了愧疚。毕竟，嬛嬛是她靠耍手段得来的。香儿嫂带儿子向嬛嬛道了歉。墩子不懂事儿，也真难为你了。不过呢，以前的事儿咱们就都别提了，啊，只要你跟墩子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嬛嬛含泪答应。自从有了日本人的投资，香儿嫂的香油开始远销海外，香儿嫂一家开心极了。只有嬛嬛依旧闷闷不乐，每天晚上她都会离开房间，在河边思考人生。这天深夜，她意外看见任忠实偷摸溜进了香儿嫂的房间。那一刻，香儿嫂的秘密被儿媳妇知道了。嬛嬛没有声张，而是默默地躺回了床上。因为全二叔外出喝酒，两人有些肆无忌惮。云雨过后，任忠实谈起运输队的兄弟在村里找了2个情妇。听到这话，香儿嫂不干了。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任忠实也把她当作情妇看待。香儿嫂委屈地哭了。这时，外面传来嬛嬛的惨叫声。原来墩子的疯癫病又犯了，这次比上一次更厉害。嬛嬛疼得撕心裂肺。香儿嫂赶来后，给墩子喷了一脸水，这才消停了下来。嬛嬛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丈夫了，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。香儿嫂委托吴奶奶带些礼物劝嬛嬛回来，可嬛嬛死活不愿意。没了嬛嬛，墩子又开始闹腾。没办法，香儿嫂只能亲自摇船去了嬛嬛家。此时的嬛嬛正在床上抹着眼泪，香儿嫂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说话毫不客气：“你可是我用15000块钱娶来的儿媳妇，你老住在娘家算怎么回事？”嬛嬛也没有回答，只是一个劲的哭泣。见此情景，香儿嫂直接开口：“行啊，如今不想回去也行，那就把我的钱带利息全都给我拿出来。”不得不说，香儿嫂还真有一套。嬛嬛知道自己家根本拿不出钱，只能低声下气的跟香儿嫂回了家。嬛嬛也断了回娘家的念头。别看香儿嫂白天威风凛凛，在丈夫面前秒怂。深夜，全二叔醉醺醺的回到了家，本想行房事，却遭到香儿嫂的拒绝。全二叔恼羞成怒，对香儿嫂又打又骂，香儿嫂根本不敢还手。撕扯间，他发现香儿嫂一直在偷偷服用避孕药。这下子全二叔彻底火了，难怪你之后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原来是吃了这玩意儿。全二叔越想越气，打得更起劲了。慌乱间，香儿嫂哭着解释说自己担心会再生一个像墩子一样的傻子。全二叔怒骂道：“小女儿生下来不是好好的吗？”看到香儿嫂有些心虚，全二叔这才反应过来，开始追问小女儿是谁的种。谁的？是你的吗？受不了殴打的她跑到厨房里继续哭。黄安听到动静后出门查看，正好撞见了婆婆。不敢对丈夫凶的香儿嫂只能把气发在了嬛嬛身上。看你看见的烂在你眼里头，你要是说出去，小心我撕破你的嘴。白天来送货的人中时看到香儿嫂脸上的伤痕后，关心的询问发生了什么事。香儿嫂没有将家暴的事情告诉他，只说是自己不小心撞的。听到全二叔要通宵喝酒后，任忠实便悄悄地从戏台溜到了香儿嫂的家里。现在香儿嫂很担心小女儿的事情会暴露，以全二叔的脾气，自己肯定会被打死。香儿嫂询问任忠实怎么办，任忠实却意外地提出了分手。至于小女儿，以后他会负责。说着，任忠实塞给香儿嫂1000块钱作为补偿。两人都是有家室的人，再搞下去迟早会被发现，倒不如早点断了好。香儿嫂宛如晴天霹雳，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会如此的绝情。愤怒的她直接将钱扔了过去，她根本不稀罕这点臭钱。就在这时，全二叔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家，听到动静的两人吓了一跳。任忠实连忙跳窗逃走，没想到被嬛嬛撞了个正着，但嬛嬛没有揭穿，因为她明白看似风光的婆婆实质上和自己一样都是苦命的女人。香儿嫂关上窗户，躺回被窝，两手吓得直发抖。所幸的是，喝醉的全二叔并没有怀疑香儿嫂。如今恋人跑了，
自己偷情的秘密也被儿媳妇发现。一夜之间，香儿嫂病倒在了床上，她也没有脸面再见之前教训过的儿媳。任忠实委托小女儿给香儿嫂送来了一沓钱，香儿嫂万念俱灰，她知道这是任忠实的分手费。没过多久，香儿嫂的小磨香油获得了多省市颁发的1等奖。听到消息的香儿嫂内心却毫无波澜，她一个人摇着船来到了那片芦苇荡，这里是她和任忠实曾经无数次私会的地方。躲在芦苇丛里，香儿嫂放声痛哭。原本被家暴的她还能得到亲人的安慰，现在亲人也走了，香儿嫂的心也彻底死了。一段时间后，香儿嫂从伤痛中走出来，只是她的脸上再也没有往日的神采飞扬。这天，事业有成的金海来家里看望香儿嫂，并给她带来了许多礼物。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，环环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特意从金海面前走过，金海一看到环环，说话突然变得磕磕绊绊。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却不能够在一起，这一幕香儿嫂都看在了眼里。望着忙碌的环环，香儿嫂想起了年轻的自己，并主动给环环道歉。之前环环没有将自己偷情的事情说出去，香儿嫂真的很感激。环环则表示，娘，俺知道你心里也苦。这句话戳中了香儿嫂内心的软肋，不禁痛哭起来。远处的夕阳映照着香魂殿的芦苇和水色，这风景美极了。香儿嫂独自从天亮坐到了天黑。回去后，香儿嫂无意间发现了环环身上的伤痕。环环很明确地表示，你儿子除了咬就会掐，他根本就做不了个男人。听到这句话，香儿嫂沉默了。也许就像丈夫说的那样，墩子根本就不适合结婚。当初的自己听从婆婆的话，隐忍了20多年，现在她不想环环重蹈自己的覆辙。夜色微凉，香儿嫂安顿好了儿子后，找到了河边的环环，说道：环环，你跟墩子离了吧。人这辈子太长了，以后再找个合适的，娘给你置办嫁妆。环环听完后哭着说道：谁还会要我呢？谁还会要我呢？环环的哭声久久飘荡在香魂殿上空。面对未来，两个女人都充满了迷茫。香魂殿里只有幽深的薄雾和凄凉的河水在诉说着他们的故事。香魂女由谢飞执导，斯琴高娃主演，改编自周达新的同名小说，于1993年上映。在那个男性掌控的社会里，女人充满了无能为力的苦难，往往大部分女人会接受苦难，并将其当成自己的宿命。在男权的观念下，女人全都成了牺牲品。最可悲的是，总有新的人重新加入到规则中来。从前的媳妇变成了婆婆，现在的媳妇又会变成明天的婆婆，永远不缺少牺牲品，规则永不停止。香儿嫂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，面对丈夫的暴力，她也不是完全选择忍让。偷情、私生女、吃药，这些都是香儿嫂无声的反抗，尽管这对现实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结尾的放手和醒悟也象征着香儿嫂的觉悟。